常往河边走，哪有不湿脚。Hello， 老铁们，今天我们接了一个活来清鱼塘。不对，今天我们目的不是来清鱼塘，是把这个鱼塘恢复成田地。我们在干这个活之前，我拿了一个棍子来试测了一下，轻轻的就插下去40-50公分。今天呢，总共有2个鱼塘。前面测的那个小鱼塘我们先不挖，先来挖这个大鱼塘。在下去之前我用斗探了一下，这个斗就折了小半截，也是硬着头皮就开下去了。老铁们，你看看这种情况，今天得不得现车？我在这个塘边上走了一小节还没开始走，车子就陷住了。今天这个活可能有点恼火，虽然有点恼火，但是我们有神器。不知道老铁们还知不知道，之前我们在其他地方干活的时候，遇到老板有2块钢板，当时我们就顺便就把这个钢板在东家那里买过来了，没想到这个钢板现在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今天这个活如果说没有这2块钢板，我真还不敢接。有了这2块钢板心里面就踏实了，胆子也就大了。有句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就因为这2块钢板所以心里面就不怕，就敢把这个活接下来。这个一接下来虽然是那个啥了，但是哎呀，我的个天哪，那个说呀，哎呀，脑壳疼世界每天晚上熬夜熬到2-3点编视频，比这个干活都还累。所以老铁们遇到类似的视频不要吝啬你们的赞，点赞，点关注，你们的赞，你们的关注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拜托，我求求你！这个鱼塘是东家前几年前搞养殖的时候承包到人家的田来挖的一个鱼塘。这个养殖搞得不是很好，所以现在打算不搞了，就把这个鱼塘恢复成田，还给那些老百姓。今天这个活的主要精神就是把这个鱼塘的塘坎全部把它毁掉，然后把这个多的泥巴全部散到这个鱼塘里面去，把这个鱼塘变成一个田。虽然这个活很简单，但是很考一个人的判断力，就是这个田坎里面的泥巴我们到底要挖多少进去才能把这个鱼塘恢复成田。不光是要把它恢复成一个田，最主要的是整个田看着要平顺，这也是今天这个活最难的一个点，也是非常考验师傅的一个眼力劲儿。首先我就是把鱼塘外面的塘坎多的泥巴往里面转，然后挖着2块钢板一点一点的往前面走。我们像玩接力一样，这个泥巴甩前去之后，就挖1块钢板垫到前面，然后一直往前走，把多的泥巴全部散到里面去了之后，就从里面又收出来。边上这一块收完了，然后我们把挖机开到对面去，把这个塘坎多的泥巴往里面转。这个边上我们在边挖的时候也要挖一个田坎出来，因为边上有个水沟，我们这个田坎留的有点高，不然到时候那个水就灌进来了。鱼塘改成田这种活我也是第一次干。我干活的方法就是把最右边多的泥巴往里面甩，然后把左边这个多的泥巴也往里面甩。泥巴甩完之后，我们用肉眼看，基本上都能看得出来这个泥巴大概差多少。边上这一溜我们收完了之后，看边上多余的泥巴看着没有多少，中间还有一大片，这个泥巴怎么办？大家不要急，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挖2条沟。这个鱼塘中间的泥巴有点稀，我们挖这个沟就必须挖宽一点，挖窄了基本上没什么用。所以我们挖沟挖出来的这个泥巴又可以往中间甩，这样就会多出来很多泥巴，中间的泥巴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前面这一段淤泥不是很深，我们挖这个沟在边挖的时候用斗背往边上扫一扫，扫成一个斜面，这样防止这个淤泥往中间滚。但是呢，我们挖到中间这一段来的时候，这样扫基本上没什么用。中间这一段的淤泥比较深又比较稀，我们一挖沟这个淤泥又滚到中间去了，所以导致这个沟没法挖。到了这个位置我们车子就出现问题了。我们这个钢板一放上去，
车子一压上去，这个钢板啊就直接沉下去了，就导致我们车子在这里陷住了，爬不动了，这就很尴尬了。这一段呢是整个鱼塘最深的一个位置，虽然这一段淤泥是最深的，但是呢问题不是很大，是因为啊这个淤泥下面的土质还算比较硬，我们把周围的淤泥挖了一点，然后把钢板塞到履带下面，然后一抓一爬，车子就上来了，问题不是很大。挖机虽然我们开上来了，这个淤泥再深，这个活呀我们还是要干。这里啊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沟两边多的淤泥啊先把它挖走一些，然后呢我们再在边上取一点比较干的土放在这个沟的两边，这样挡一下应该效果要好一点。效果确实好了一点，但是呢它只管几分钟，我们才挖过来几米，前面又流下来了。这个沟的边上我们又挖了一条沟，这条沟呢从头到尾这个稀泥巴呀全部流到这个中间来了，这个沟基本上都看不到了。整个田我们大概的都整平了，好在呢这个田老板也理解我们，说这个沟确实没法理，一挖起来又流下去了，就说这样就可以了。到时候等这个田稍微干了一点，然后啊他们人工再在那个沟里面去顺一下，让那个水流得出去就行了。这个田老板呢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给他点个赞。这个鱼塘挖完，本来说把这个钢板挖到前面那个小鱼塘，把这个小鱼塘挖掉，但是我们临时接了一个电话，去挖一个无际。前面那个小鱼塘我们先不急着挖，我们先把钢板拖过去，倒到那个位置，把挖机啊上到拖车上去，我们先去把那个无常挖掉。我们挖机上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稀泥，我们在走之前还是把这些稀泥巴铲一铲，把路扫一扫。按道理这个扫路啊应该是东家来扫的，但是东家不在家，家里面呢就2个老年人，手脚又不方便，在走之前我们就自己下去扫一扫。边上这个大爷就是田老板，你说让他来扫也不可能，他的岁数也不小了。老铁们，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绝望吗？这个尾门都搞变形了。之前我们接了一个活，这个东家有2个鱼塘，现在要把这个鱼塘啊恢复成田地。之前我们把那个大鱼塘挖完，然后啊中途又接了几个其他活，这个小鱼塘啊就等着有空了再来挖，反正又不急。今天刚好啊活忙完了，我们有空了就把挖机拖过来啊，把这个小鱼塘给它挖出来。我们把挖机开到鱼塘来之后，用斗去探了一下，感觉这个边上这个淤泥不是很深，我们就把田坎上面多的泥巴往中间转，把它散开。在这个空余的时间呢，带大家去看一下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大鱼塘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刚开始我们挖出来的时候，这个鱼塘里面的泥巴呀还很稀，老铁们都说没法种田。现在晒了几个太阳，表面上的泥巴已经晒干了，就中间那一块啊还有一点稀。目前这个田里面老百姓已经种了玉米苗。这个小鱼塘最里面的这个坎子上面的杂草比较多，我们先把表面上的这个杂草清理干净。杂草清理干净之后，我们就开始切这个面。田老板的要求就是这个田坎让我们给它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窄一点，因为切窄一点它这个田的面积就大一点。田坎切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收这个面。最开始我没有挖这个沟，就导致这个水流进来了。我们把这个沟挖好，这个水呀就不会流到这个田里面来了。这个位置田老板的要求，把这个田坎往外面跟它移一点，这样它的田的面积就变大了。我们把表面上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啊就挖一点泥巴，把这个田坎拍起来。拍完之后，再把边上这个面也拍一拍，然后再把这个田坎给它切出来。这个田坎呢，老板要求不需要切得很直，这个边线是怎么走的，我们就切成什么样子。
田坎切完，我们顺便把这个面也收一下。昨天下午我们干着干着，突然下大雨了，我们就停了，就等到第二天来干。第二天来了之后，这个东家说，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可能要返工。今天干活之前，我们还是多醒几个泥，希望不要再返工了。返工的原因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刚开始我们打算的是在这个鱼塘里面呢挖2个比较宽的深沟，这样呢田里面的淤泥啊就能很快的干掉。但是今天一来，东家就说这个田呢是3家人的，这个沟到底是挖在谁家的田里面合适？3家人都不愿意把这个沟挖到自己的田里面，所以现在这个沟就不挖了。但是沟不挖和我们这个返工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看前面那个位置呢，还差一点泥巴就填平了。如果说我们挖2条沟的话，这个泥巴完全是能把那一块填平。但是现在几个田老板都不愿意把沟挖到自己的田里面，就导致我们前期预判这个泥巴的时候啊，就少了一点泥巴。现在没办法，我们只有返工，在之前收好面的基础上往下面降了10多公分。今天这个小鱼塘这个淤泥啊，要比之前我们挖的那个大鱼塘要深一点，这一抖置下去连抖都就看不到。今天也是做好了准备，准备献基。虽然我们有2块钢板，但是这个钢板呢比较薄，这个淤泥比较深比较稀，献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现在呀，我们基本上都是硬着头皮啊往里面走。我们往前面走了几米，然后又把后面这块钢板挖到前面来，这样一点一点的把挖机开到最里面来。走到这个位置，基本上挖机都有一点陷车了，都有一点走不动了。我们好不容易把挖机开进来，就赶快把这一块给它收平，收了之后啊，挖机好退回去。前面那一块我们平完了，这个挖机啊，眼看着要上岸了，但是到了这个位置，挖机走不动了，陷车了。大家看一下，前面可能还有3、4米就到硬土了，但是我们挖机怎么也就是走不动了，塞了一块钢板下去都没用。我们尝试把前面这个淤泥挖开，看看能不能开出去。我们把前面的淤泥挖了一点，然后啊就尝试着能不能爬出去。但是我们试了一下啊，还是爬不动，就感觉整个车子被钉在这里了。我们把挖机转过来，把后面这个淤泥先清开，把下面的钢板挖起来。钢板挖起来之后，把这个钢板呢想办法塞到这个履带下面。然后我们又把挖机转过来，把车子撑起来，让车子啊往后面退。因为前面呢有个推土板挡着，我们往前走不动，我们就把车子推后去，把这个泥巴清理一下。我们费了9牛2虎之力，总算把这个挖机开出来了。当时啊，在这里搞了老半天，都差点叫外援了。这个尾门的角落啊，都挤进去了一点，都有一点变形了。整个车子啊，都已经浮得不成样了，全都是稀泥巴。挖机我们自救爬出来了，但是这个活还是要干。我们还是硬着头皮把挖机往里面开，把这个面给它收出来。整个鱼塘这个面我们基本上就收完了。后面这一顿呢，中途也陷了一下车，但是都不是很严重。整个面我们就收完了。老铁们，你们看看这个面收的怎么样？肉眼看着这个面还可以，这个不是重点，重点的是这个泥巴。这个泥巴不多不少，刚刚好，
这就很棒。整个活我们干完了，就把这个钢板挖到这个路面来把这个变形的位置给它拍一拍，然后挖上我们的钢板，准备上拖车退场。整个活都干完了，我们在走之前还是把公路上的这些细泥巴清理一下，然后我们把挖机拖到河里面来，给挖机洗个澡。老铁们，见过这样开缺放水的吗？今天同行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活，这个鱼塘要整修，喊我们挖机来给这个鱼塘开个口，把水放掉，顺便在这个边上挖个基础。这个边上呢，之前人工挖了一个排水沟，但是这个水量太小了，水放不出去，就喊我们挖机来再挖一挖，挖深一点。在挖缺口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缺口到底怎么挖才又快又方便？这个堤坝的外边和里边挖机都无法占位，唯一的办法就是挖机站到边上，从中间开挖，开挖的深度大概在3米左右，这样挖出来的话，缺口就会挖得很大。突然灵光一动，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我们挖机站在上面，两头开挖，能不能把它挖通？根据堤坝的深度，我们大概预算了一下，两头开挖，挖通的几率很大。就算这样挖不通，问题也不是很大，到时候我们从中间开挖就行。今天这个活虽然是同行介绍的，但是同行他是搞龙挖的，这个活他也干不了，并不是说这个活不好干他才让我们来。我们在挖这个缺口的时候，唯一注意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前后开挖的时候挖机一定要在正中央，就说两头角度不能偏了，偏了的话你接通就很麻烦。这个缺口我们挖通了，水也流出去了，这个口子看着不是很大，大家不要急，这个水一冲，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口就会越来越大。这边还挖深一些，这边还挖浅一些。再说注意把洗空了。时间来到第二天，这个水放的差不多有1米多深。之前我们挖的这个缺口，现在冲的已经很大了。那全是淤的那根下去这边上都弄个深那根下去对吧？不深下去都爬不起来，不深。你那些东西我几十年的老鱼塘我还不晓得这个缺口还要我们往下面挖一挖，然后老板呢就喊我们挖机直接缩下去把前面那个口子再开大一点。这么深的一个塘子，他就让你直接往下面开，还说不深，确实不深，还没有太平洋深。你看吧，那边上就弄个是还不深。那一下去就喊起那不敢下去。最后给老板提了一个建议，把这个堤坝挖一点干土，然后把下面搭个小平台。最开始老板还不让挖这个堤坝，说挖了这个堤坝之后，到时候他还要拉土来回填，麻烦。我说你不让挖的话，那这个活就没法干，自己想办法。最后老板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老塘子，还让你直接往下面开，只要稍微懂一点了都不会直接往下面开，那个下去了基本上是没法起来的。在下去之前，我还特意的把推土板调整到后面，万一陷车了我们还能第一时间爬起来。当我们挖机开下去之后，我们之前垫的这个泥巴稍微我们挖机动一下，这个泥巴就全部挤下去了。我们只有慢慢的把这个缺口再往下面挖一点，把水先排出去再说。这个缺口我们挖完了之后，挖机爬上来，在前面停车子的位置给它平个坝子出来。这个地方到时候他们好在这里堆材料。接下来又让我们挖机开到这个塘的边上去，说这个边上之前有个龙岩，
让我们下去挖一下，把之前那个龙眼的位置给它挖出来，到时候好在这里接管子。龙眼的具体位置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就大概的给我们指了一个方位，就让我们在这里慢慢的挖。说这个龙眼是一根钢管，只要我们挖机在挖的时候不要猛的挖，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挖坏。在挖的时候只要稍微感觉有点阻力，我们就要停一下，看到底是不是龙眼。我们来来回回的掏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龙眼的位置。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这个水又放下去了几十公分。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回填这个堤坝，把这个缺口跟它堵上。这个缺口我们也是一层一层的拍起来的。为什么只拍这么一段？边上这个为什么不回填？因为东家说这个边上到时候还要倒个薄坎起来。堤坝筑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挖机开下去，从这个边上挖基槽了。这个水虽然说放下去了很多，但是这个基槽也不好挖，很容易陷车呀，兄弟们。这个湖在下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的。退一万步说，如果说我们挖机真的是陷住了，但是我还有80%的几率可以自救，是因为我们挖机有个履带始终在这个堤坝的硬土上面，只要我们挖机不开到那个水里面去，我们就有办法自救。最要命的是边上这个堤坝，老板尽量不让我们往里面挖，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本身外面这个泥巴就是稀的，你说里面的堤坝不多挖一点，这个活真的是有点不好搞，搞得脑壳疼啊。这个路我们修好了之后，挖机在上面一走一挖，这个履带就把边上这个泥巴挤跑了，车子始终是斜着，这样一点不好干活，而且还容易把挖机滑到这个水里面去。然后就喊老板去找了几个木棒，这样垫一下省点力，我们挖机可能就更好一点。木头垫好了之后，我们就利用单边行走把挖机开上去。之前肯定有人就怀疑说这个到时候怎么自救，只要里面的履带是硬土，我们都可以利用单边行走慢慢的开出去，更确切的说是慢慢的磨出去。到了后面我们在修这个路的时候就不能听老板的了，这个堤坝能挖我们尽量多挖一点下来，这样更保险更安全。我们修一段路，然后再挖一节基础槽。虽然这个路呢我们垫了木头，但是这个车子始终是斜着的，挖出来这个基槽就是一边高一边低，这个我们就不管了，剩下的交给他们人工去清理一下。当我们挖机修到这个位置，这个心就落下来了，让那些想看我献鸡葫芦娃救爷爷的场面落空了。这个位置老板让我们挖个缺口出来，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之前挖那个龙眼的位置，让我们在这里挖个缺口，到时候好在这里接根管子出来。整个活我们就干完了。总体来说这个活冒的风险还是挺大的，万一一旦车子陷住了，那真的是就很麻烦。和兄弟们，挖的这个鱼塘和陈师傅比起来，哪个挖的好？ Hello 老铁们，我是小娃娃，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一个挖鱼塘的活。我们在附近干活的时候，东家说他这里有块小田，以前是个鱼塘，让我们过来顺便把这个鱼塘也给它清理一下。从20年回到老家自己经营挖机到现在，加上这个我总共就挖了2个鱼塘。天天在网上看棒哥挖鱼塘，我就很怀疑，一年到头棒哥哪里来的这么多鱼塘挖？我们这里真的是少得可怜呐。这个小鱼塘目前能灌的水位大概也就4-5左右，边上的这个坎子长时间被雨水冲刷，这个坎子都快垮了。
今天东家的精神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坎子给它重新拍一下，拍宽一点，然后啊再把这个淤泥啊再清一些出去，让这个水位啊大概能灌个1米左右。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达到这2个要求。至于其他细节或者是鱼塘挖出来好不好看不重要，毕竟这个鱼塘啊又不是很大，东家挖出来也就是养几条鱼玩。东家说这个塘子里面还有鱼，我们就在边上挖了一条沟，先把这个水放出去。塘子里面的水就让它慢慢晃，我们就先把外面的这个坎子先给它拍起来。坎子还没有拍好，就发现这个塘子里面啊果然有鱼，还在这里游来游去的。边上这个大爷本来打算进去抓的，但是呢这个淤泥太深了，他不敢进去。我们就过来把这个沟再掏深一点，把水晃了，把这个鱼先抓出来。我们刚挖了一下，然后这个鱼啊就跑过来了，是个草鱼，大概3、4斤，好像有个5、6条吧，其他的全都是小鲫鱼。边上的这个坎子也需要拍起来，但是现在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把挖机开到后面去，先想办法把这个淤泥啊清一些出去。这个后面大概有个4米左右的一个平台，就让我们把这个淤泥啊想办法堆放到这里。我们就先把这些杂草这些啊先给它清理掉。表面的杂草清理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平台上挖个坑，把挖起来的泥巴就拍在边上，给它做个坎子。这样啊，里面我们就可以堆放淤泥。东家的这个鱼塘大概有个60、70个平方，之前的灌水面在40、50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淤泥大概我们清个1/3出去，然后再把剩下的淤泥啊给它擀平，这个深度啊就能达到1米左右了。这个鱼塘的周围，也就是后面这块空地上面能堆放一些淤泥。东家的意思，后面能堆多少算多少，实在堆不了啊就算了。反正呢，他挖这个鱼塘也是搞得好玩。后面这一段的淤泥确实比前面的深了很多，大概有1米左右啊。这个淤泥挖不到了，像我们这种带推出铲的挖机下来呀，很容易陷车。当时下来的时候，我是冒了很大的勇气的。好在上面的平台还能堆放一些淤泥，我们就把挖机开下来，把这个淤泥啊又往上面转。上面的平台堆放不了淤泥了，然后我们就把边上这个坎子周围的淤泥啊，先给它清到之前我们挖的这个坑里面来，然后啊，先把边上的这个坎子给它拍起来。边上的这个坎子，东家也让我们给它稍微拍宽一点，这样在灌完水之后啊，每一年这个水一冲洗啊，就会冲洗掉一些。拍宽一点呢，这样也能多管个几年。坎子拍好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面也给它拍一拍，拍了之后再用斗背给它抹平顺一点。鱼塘左边的这个坎子上有很多杂草，我们把这个杂草啊也给它清理掉。之前为了放水捉鱼，在这个位置挖了一个缺口，东家就去找了一个管子放到下面，我们就挖一些泥巴，把这个缺口先给它补起来。为了防止漏水，我们都是挖一斗泥巴，然后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所有的活干得差不多了，然后啊，我们就用斗背把表面上的这个淤泥给它擀平，这个深度啊，基本上就达到了1米左右了。最遗憾的就是里面的那个边坡忘了拍一下。哎呀，现在淤泥赶过去了，挖机又不敢去了，就不管它了。最后我们再把上来的这个缺口再给它拍一拍，修一修，今天这个鱼塘也就算是挖完了。我们和之前对比一下，这个鱼塘的深度比之前最起码深了1半左右。虽然整体不是怎么很好看，但是养几条鱼还是没问题的。这个小鱼塘总共我们用了3个多小时。这个小挖机清淤泥真的是不适合呀，还是大挖机清淤泥稍微快一些。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这个大爷，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他挖一条沟。这个地方啊，前面有个水管，这个水管啊是前面那个路口排过来的，这是这个地啊要比这个沟稍微高一些，就把我们拦下来，让我们在这个边上给他挖一条沟。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关注，感谢点赞，我们下期再见。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一个挖鱼塘的活，但是这个鱼塘不是用来养鱼的。挖机在手，天下我有，兄弟们，我是小蛙儿。今天我们开着这个大挖机来挖一个鱼塘，说是鱼塘，其实就是来挖一个超级大的化粪池。这几天连续下了几天雨，按道理下雨天我们都是在家休息的，但是今天这个活比较急，
东家在这个附近建了一个养猪场，前几年养猪的时候，这个化粪池就够用，不知道今年是怎么回事，这个粪水啊特别多。目前养的这一批猪还有1-2个月才出栏，但是这个化粪池装不下了，不够用，所以这个下雨天，老板就急忙忙的喊我们过来，给他挖一个化粪池。下来的这个坡，视频中呈现出来不是很陡，但是在现场的话，这个坡确实有点陡。最主要的是啊，这天还下的雨。晴天的话，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天气预报说后面还有几天的雨。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个活干完了，最后挖机爬不上去，这就恼火了。现在我们挖机都下来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到时候走一步看一步吧。这边总共有3块地，东家打算挖3个化粪池用来沉淀。我们先把挖机开上去，从上面的这块地开始挖。这个下雨天爬坡真的是有点恼火，这么小的一个坎，差点没有爬上去。爬了老半天，总算爬上来了。上来之后啊，我们就直接挖泥巴来做这个坎子。这块地是个长方形，窄的地方啊只有3-4米，宽的地方啊也只有5-6米。最开始啊，老板打算就让我们挖个2米多深就行了。如果挖得太深，这个泥巴就没有地方处理，就让我们挖个2米左右就行了。前面的这个坎子之前下的雨比较大，然后这个泥巴基本上是稀的，我们拍基本上没有拍紧。现在雨停了，我们把这个稀泥巴给它挖掉，挖掉之后重新挖一些干泥巴上来，重新把这个坎子给它拍一下。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责任心，不要我们这个活刚干完，公家还没有使用，这个坎子就垮了，这就尴尬了，这样对自己的口碑也不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给它挖掉，重新给它拍起来。坎子拍起来之后，我们把里面的这个坡也给它拍一拍，修一修，这个底子给它清出去就行了。这个深度要求有个2米左右就行了。然后挖出来的这个泥巴，我们全部给它堆到这个坎子外边。坎子下面的那个地，到时候还要挖个化粪池，所以我们在挖上面这个化粪池的时候就没有挖很深，因为挖得越深，这个泥巴就越多，到时候这个泥巴就不好处理了。考虑到后期我们挖下面的那个水池的时候好干活，我们在上面干活的时候就把外面这个坎子给它拍了一下。当我们去挖下面那个化粪池的时候，就把我们现在甩出去的这个泥巴拍在这个里面就行了。但是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老铁们你们看，现在我们这个化粪池是越挖越深，从最开始的2米左右，现在已经挖到接近4米了。原因是因为东家给我们打电话说，现在下面的那2个化粪池就不挖了，说这个化粪池挖的太多，有关部门不允许，所以就让我们挖这个化粪池的时候尽量给它挖深一点。所以现在我们是越挖越深，泥巴是越挖越多。最开始东人的计划，上面的这个化粪池就是把粪水抽过来之后做第1道沉淀，当这个化粪池灌满了之后，再排到下方去。但是现在只允许挖1个了，就让我们把挖机开下来，在中间的这个位置给它做个更子，就相当于把这一个化粪池给它分成2个化粪池。因为这个粪水需要多个化粪池沉淀之后才能排出去，现在只允许挖1个了，就让我们在中间给它做个更子，从1个化粪池给它分成2个。当第1个化粪池的粪水灌满了之后，沉淀的水就可以排到第2个化粪池里面去。当第2个化粪池的水又沉淀满了之后，这个水就可以排出去了。这个更子做好了之后，东家让我们把后面这个比较大的这个水池再给它挖深一点，这一个就作为第1个化粪池了。现在这个化粪池的深度差不多都有4米多，接近5米了。现在就不用考虑这个泥巴怎么处理了，反正挖起来的泥巴全部给它堆在外面就行了。化粪池挖好了之后，这个更子我们再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拍一拍。外面的这个泥巴我们再给它收一收，给它收好看一点。最后这个更子做好了之后，这个更子都要比化粪池都还要宽一点。早知道是这样的话，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更子往外面再做个2米左右，这样这个化粪池就更大一点了。然后我们把挖机开下来，再花个10几分钟的时间，把下面的这个边坡大概的给它修一修，再把收下来的这个泥巴再给它收一收，给它收顺，让整个面看着不这么乱糟糟的。所有的活干完了，我们就把挖机往回开。在爬这个坡的时候还好，
这个雨水没有把这个泥巴淋透，我们上去的时候啊，基本上没费什么劲就爬上去了。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了，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泥巴？其实昨天我们在下班的时候，在这个边上啊，就挖了很多泥巴堆放到这里。因为啊，这个坡实在是太陡了，不挖点泥巴的话，这个坡真的是不好爬上去。再加上啊，我们第二天又要加油，所以就提前把这个路给它修了一下。挖机开上来了之后，之前我们下去的时候把这个缺口给它挖了，然后我们在下方再挖一点泥巴上来，把这个缺口给它补一下。好了，兄弟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萨哥。今天这个鱼塘护坡本以为能顺利完工，没想到预判失误，导致后面东补补西补补。Hello，老铁们，我是雪娃娃。今天我们出来拍一个塘坎护坡。东家这个鱼塘塘坎1个月前下暴雨的时候，把这个塘坎冲垮了。由于下面这个田水稻还没有收，所以就导致这个活就拖到现在。下面田里的水稻一收，东家就跟我们联系，让我们过来把这个田坎重新给它拍起来。这鱼塘里面还有鱼，然后水也比较多。一会儿我们拍这个的时候，把它站垮了，然后让老板把水放掉一点。这个鱼塘差不多有2米多深，东家说呀，让我们直接挖，不用怕这个水把这个站不垮。说他个鱼塘里面打了有个1米多高的一个宝坎，不然的话早都垮掉了。既然老板这样说，那我们也就不要等着了，然后就把挖机开下来，就开始干活。毕竟嘛，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早点开工，早点结束。今天这个活就是把垮下来的这个泥巴挖掉，挖掉之后再重新给它拍上去。唯一难的就将就这一点泥巴给它拍上去，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这个呀必须要预判好。我们把表面上垮下来的这个泥巴全部给它清出去。这个底部挖到硬土之后，我们就用履带来回的给它压一压。但是中间这个位置压不到，我们就用斗背给它拍一拍。削好了之后，我们在坎子里面削一些泥巴下来，然后在外面再挖一些泥巴给它铺到表面。每一层我们大概就铺了20公分左右，铺好了之后再用斗背拍，给它拍紧。在铺这个泥巴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挖机的大小，适当的呀把这个土层稍微铺厚一点。像我们这种小60，最好每一层不要铺得太厚了，每一层铺个20公分左右就刚刚合适。我们拍了2层起来之后，上面这一层呢就稍微宽一点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履带来回的给它碾压。中间这些碾压不到的呀，我们再用斗背给它拍一拍。最近几天不是在拍田坎，就是在拍田坎的路上，这个人呢都拍晕了。今天这个呀坎子稍微有点宽，我们用履带来回的一压了之后，感觉啊要比这个拍着呀要轻松很多，而且效果还要好一点。但是我们之前拍的那些田坎宽度都不是很宽，没法压，也只能用斗一斗一斗的给它拍起来了。当我们把这个田坎拍起来之后，这个田坎啊就越来越窄了，履带没法压了，我们只有一层一层的用斗背给它拍起来。拍到上面这一段，由于我们挖机不好站位，不能一层一层的往上面加，只有一段一段的拍。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段给它拍好，拍好了之后啊，再拍后面这一段。当我们把这个坎子拍到快结束的时候，尾部这个位置啊还有一个缺口，差一点泥巴，那我们就先不要拍了，就把挖机开下来，先把这个面给它拍了。这个面拍好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边坡给它修一修，这样修了之后，下面就会有多的泥巴。然后我们把修下来的这个泥巴挖来回填这个缺口，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给它拍起来。整个面修好了之后，东家让我们把前面的这条沟给它挖宽挖深一点，到时候支一点膜，倒一点混凝土，免得以后雨水把这个坡冲垮了。当我们把整条沟清理好之后，这里就多出来小半车的泥巴。这个泥巴周围又没有地方堆放，更没法用车子给它拉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多的泥巴又拍到这个斜坡上面，拍好了之后再把这个面给它修一修。这个边坡东家明天就打算拿一点材料用水泥给它抹一下。早上我们开工的时候，东家就提前去准备了一些木桩。当我们把这个护坡拍好了之后，东家就把这个木桩拿来，让我们给它拍到这个宝坎里面去。
湖泊下面的这个水沟，东家打算倒个5、60高的一个混凝土作为一个挡土墙，把这个湖泊挡住。然后这个湖泊呀，再打一些木桩子进去，然后表面上再铺一些混凝土。这个湖泊以后涨大水就不怕被雨水冲垮了。东家找的这个木桩啊有点小，我们基本上还没怎么拍，这个木桩啊就断掉了。只有那些比较粗的木桩，我们基本上全部都给它拍下去了。这些没拍下去的木桩，东家到时候铺水泥再给它清理一下就行了。整个湖泊我们大概拍下去了有20几根木桩。这个塘坎的活干完了，我们在走之前把这个田里面给它收一收，收顺一点。这个田是2家人的，中间有个田坎，我们也把这个田坎给它拍出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田给它收一收，这个泥巴基本上刚刚合适，不多不少。今天这个活我们就干完了，虽然中间有点小插曲，鱼盘失误多了一点泥巴，但是最后补上去效果看着还可以。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关注，感谢点赞，我们下期再见。